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凶手不但作案手法极其残忍，态度更是嚣张至极。他公然地把作案过程发到电视台，向警方叫板，还让受害者的家属趴在大街上学狗叫。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那么接下来，网飞最新神剧《模仿犯》这就开始。故事根据日本作家宫部美幸的小说改编而来，背景设定在了90年代的台湾。郭晓琪是一名人民检察官，为人处事非常正直，特别是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说白了就是太较真太轴了，就连自己的老学长兼同事收贿赂，他也丝毫不留情面。多少钱？他妈的，真是个顽石啊！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黑与白之间还是有一条线，学长。你越线，你还是想想怎么跟法官说，不要为难我们。上铐不好看。你呀，迟早有一天栽在自己手上。台湾地区的制度和大陆不同，刑事案件需要检察官从侦查、审判以及执行3个阶段全程参与。从事检察工作多年，郭晓琪的经验可以说非常丰富，常人很难捕捉到的疑点，他都会反复琢磨。直到这天早上，一个女孩牵着狗在公园里散步，结果发现草坪上竟然放着一个精美的红色礼盒。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女孩打开了盒子，结果让她倒吸一口凉气。里面赫然地放着一只断掌。接到报案后，郭晓琪快速地赶到案发现场。根据警方大勇的断定，像这种案件一般都是因为情债被剁了手，但郭晓琪看待事情的角度却与常人不同。他当场就提出了2个疑问：如果只是因为简单的欠债，为什么这只手要用礼盒装？又为什么会被放在公园？附近的监控离得很远，现场也找不到任何线索。他们把断掌送到了法医部门鉴定，从手掌的切断边缘来看，这只断掌应该是死后被切下来的，所以这明显是一起凶杀案。根据法医检测，断掌的拇指部位脱臼，死者在生前极有可能被某种工具束缚过，并且发生了激烈的挣扎。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了一个发生在几年前的相似案件。当年的受害者同样是一名女性，叫江雨萍。据凶手田存义交代，2个人是因为合意拍摄裸照，最终没能达成共识。于是田存义一时冲动，把江雨萍囚禁数日，然后将其杀害带回老家，尸体就埋在了附近的山上。经法医勘验后，确认江雨萍舌骨骨折，并且颈部有淤伤，为勒颈致死。除此之外，身上还有多处淤伤和拇指脱臼，而江雨萍的下体显然遭到了刻意清洗。说到这儿，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田存义当年是自首归案，那他究竟为啥还要大费周章的掩盖证据？在案件的录音里，郭晓琪还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江雨萍啊，竟然和 TNB 电视台的陆延珍是室友，这让他想起了几天前抓捕学长徐有为的那个夜晚，当时陆延珍就在现场。根据陆延珍交代，当年江雨萍被杀后，警方也曾向他询问过江雨萍的事情，但最后定的笔录却与实际不符。在陆延珍眼里，江雨萍是个自力更生、不靠父母的好女孩，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去和田存义拍摄裸照，并且做性交易。然而让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自己的好朋友生前遭到暴行，死后也落得一个不明不白。所以警方最后的笔录上，把江雨萍打造成了一个因为缺钱而选择做性交易的女孩。这份笔录，陆延珍拒绝签字。了解一系列关系后，郭晓琪先是找到了陆延珍，他发现江雨萍在失踪前的一天曾去过一间夜店，而另一边负责侦办案件的大勇找来了很多家伙事儿，但最贴近作案工具的就是这个最不常见的小玩意儿——拇指铐。2个案件虽然有很多相似点，但当年的凶手田存义此时正在监狱服刑，所以断掌案田存义并没有作案时间。但郭晓琪认为这绝对不是个巧合，他来到监狱提审了田存义，结果发现他虽然承认了当年的种种恶行，但并不会使用拇指铐。这也就说明江雨萍的案子，田存义极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说他还有一个会使用拇指铐的同犯在逍遥法外。囚犯在监狱的服刑期间需要做心理辅导，郭晓琪意外地发现田存义的心理辅导师竟然是自己的前女友胡允慧。2个人虽然分手多年，但关系还算比较融洽。郭晓琪也经常把工作上的案子拿给胡允慧，让他利用心理学专业帮助自己分析。另一边，陆延珍所在的 TNB 电视台正在做一档名为《都市女子失踪案》的专栏节目。听说老码头的外孙女也失踪了，陆延珍便一路找了过来。据老马说，
说，他这个外孙女秦怡君从小就十分乖巧懂事，但由于父母离婚比较早，所以是他一手把秦怡君带大的，因此俩人之间的感情也比较深厚。自从外孙女失踪以后，老马先是向警方报了案，但始终都没有线索，实在没招了，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来到大街上到处发传单。与此同时，郭晓琪和大勇来到了江雨萍当年的案发现场。从田春义的笔录上来看，里面的细节可谓是漏洞百出。据说他当时指认现场的时候，连具体的埋尸位置都叫不准，接连错了好几次，这让郭晓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设想。江雨萍的案子，田春义绝对不是主犯，他应该还有一个共犯正在逍遥法外，或者说这个共犯就是断掌案的幕后黑手。根据附近的村民交代，田春义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而且胆子非常小。自从母亲跟人跑了以后，他平时就拿个破相机到处乱拍。直到案发后的几个月，父亲因病去世了。几个人正说着，田春义家原本锁着的大门竟然自己开了。郭晓琪和大勇进去后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屋子里到处都挂满了灰尘。可让两个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在田春义的家里发现了和断掌案一模一样的红色礼盒，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和一个钱包，而上面的名字正是秦怡君。说来也真是奇怪，这个凶手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会去田春义的家里寻找线索，所以才故意把红色礼盒放到那里，这不纯纯的公开叫板吗？那么这只断掌到底是不是秦怡君的？答案是否定的。根据老马头的辨认，他十分坚信这只断掌绝对不是秦怡君的，因为秦怡君的手上并没有痣，况且他因为小时候玩火，手上还留有一个伤疤。紧接着，郭晓琪来到老马家中，翻开了秦怡君的私人物品，他在这儿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秦怡君每个礼拜三都安排好了固定行程，但这件事老马并不知道。除此之外，郭晓琪还发现秦怡君竟然也去过江雨萍失踪之前去过的那家夜店。那么问题来了，两名受害者都去过同一家夜店，到底是不是巧合？到了晚上，郭晓琪和大勇来到夜店，刚进门，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神色慌张的就开始往外跑。郭晓琪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叫胡建和，是郭晓琪前女友的弟弟，目前和陆延珍在同一家电视台工作，只不过大家分工不同。胡建和与另外一名叫陈和平的主播负责一档深夜节目。郭晓琪在这里遇到了暗中调查江雨萍案件的陆延珍，他们发现夜店的人员名单每个月的流动性都非常大，不过像这种地方也算正常。就在这时，大勇突然发现舞池的中央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正是自己的女儿童妹。老师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原来女儿每次翘课都是跑到这里蹦迪，他想拽着女儿离开，但这让童妹很没面子，一度让现场引起了混乱。调查周方也只能到此为止。到了晚上，郭晓琪回到舅舅家里，书架上摆放着父母以及妹妹的遗照，原来他也曾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在多年以前，自己的父母和妹妹惨遭杀害，这也是让他立志想要成为一名检察官的真正原因。到了深夜档，电视里放着最近刚刚发生的断掌案，老马也在家中关注着这起案件。可没想到，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喂，您就是马一南先生吧？你身边有别人吗？你是谁？如果你还想见到你的宝贝孙女，那就乖乖的照我的话去做。还记得你平常发传单的地方吗？老马按照神秘人的要求来到他经常发传单的大街，旁边的公用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同一个人打来的。他恳求对方放了秦怡君，同时开始记录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可没想到里面却传出了秦怡君撕心裂肺的嚎叫。神秘人为老马准备了一份礼物，就在电话台的下面，结果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放着外孙女的头发。你要我怎么做？很简单啊，你就在这里搬狗脚，搬到12点，搬得够逼真够像，我就让你见怡君。但是你可千万别中途放弃啊！就这样，老马按照神秘人的要求，开始在大街上学狗叫，即使手掌磨破了，他也不敢起来，只为了能保外孙女平安无事。可哪成想，他一味的妥协，并没能等到秦怡君的平安归来，反而让神秘人变本加厉。一个红色的礼盒出现在老马家里，里面放着秦怡君的胸罩，还有一本录像带。看着秦怡君被折磨的惨不忍睹，郭晓琪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烈火，这明摆着就是在嘲笑警方的无能。官媒此时已经给到了压力，对于接连发生的几起案件，警方当即成立了
了专案小组。根据之前找到的线索，他们推测秦怡君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目前3起案件都有着共同之处，其中江雨萍和秦怡君也去过同一家夜店，但凶手的作案模式和动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方很快对这家夜店展开了大规模清查。好在大勇的女儿童妹今天并没有在场。另一边 ，TNB 电视台的王牌主播姚雅慈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把近期群众所关注的热点放在了被神秘人胁迫在大街上学狗叫的老马身上。谁可以联络到他？而这个任务也只有陆延真能够完成。虽然在秦怡君的事情上，他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但相比于其他人，老马还是更愿意相信陆延真。他请求陆延真帮自己的电视台申请一个出镜的机会，哪怕秦怡君现在已经遇害了，他也只不过是想要回外孙女的遗体。可就当郭晓琪几个人为案件忙得焦头烂额之际，没想到凶手竟然又再次作案。那么接下来事情又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再为大家讲述这个变态凶手背后的秘密。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跟我讲一个秘密，我就让你穿上一件衣服。